一架机体发挥出了3人的战斗力。机动战士高达00剧场版先驱者的觉醒设定解说。型号 GN011， 妖天使高达是天人组织为应对地外生命体的侵入进行开发的全新一代可变形机动战士高达。该型机体也是堕天使高达的后继机型，所以机体的涂装和外观特征都十分明显，包括 MA 和 MS 两种形态相互变换的能力也继续沿用，而这两种形态各自的作战方式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依然是按高速模式的 MA 形态和战斗模式的 MS 形态进行设置。跟主天使高达和堕天使高达一样，两个形态能根据战斗的需要在一瞬间就完成转换。可以注意到妖天使高达的 MA 形态与工兵型堕天使高达存在诸多相似的地方，虽然在设计阶段确实参照了相关数据，但还是有做出一些改变。这其中比较明显的地方是机翼选择了前掠翼的结构，与之前 MA 形态的后掠翼产生了区别，不再强调在大气层中的高速机动能力。为了方便妖天使高达以 MA 形态从托勒密2号改上进行出击，还将机翼做成了可折叠的结构。当妖天使高达通过弹射器完成了出击以后，机体左右两侧上的机翼部件就可以放下展开。另一个就是驾驶舱在变形 MA 形态后收纳在了机手位置，背后的武装系统模块布局也进行了调整，这就使得妖天使高达的 MA 形态在造型上向 GN 工兵趋同，与堕天使高达的 MA 形态发生了比较大的区别。在动力上，妖天使高达则延续了堕天使高达的结构设计，也是把太阳炉选择安装在了机体的骨盆位置，但在机体两侧位置额外增加了推进器，由此在不增加太阳炉数量的情况下，来达到提高妖天使高达的机动速度。而在武装上，妖天使高达的装备种类不算多，其中一个安装机体尾部的是 GN 导弹发射舱，也称为 GN 导弹货柜，这个是延续了主天使高达的设计，其结构如同防空舰的导弹垂发系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释放全部导弹来对敌发起饱和攻击。同样，在投放完毕了以后，这个 GN 导弹发射舱也能像主天使高达一样选择抛弃。不同的地方在于，妖天使高达的 GN 导弹舱在丢弃了以后还能引爆，来对敌造成打击。其他的武装，妖天使高达还装备了2门大威力 GN 加农炮，与德天使高达装备的 GN 加农炮一样，能够持续输出且大范围摧毁敌方作战单位。同时 GN 加农炮通过类似机械臂的结构与机体连接，用来支持机体在2种形态下进行攻击使用。剩下的就是2个机翼部件，其实也是妖天使高达的手持武器。这把武器取名为 GN 剑枪，如名字所示，这把武器是将 GN 光束枪和 GN 剑组合到了一起，并且参照了主天使高达的 GN 盾牌前沿的结构，可以将 GN 剑枪张开拿来当剪刀攻击使用。而 GN 剑的刀刃部分使用了 GN 电容器的材质进行了改进，可以将 GN 粒子的高热能量通过刀刃转移到对方上，由此提升了 GN 剑的破坏能力，并且还使用了斩击型强化战机的技术，在 MA 形态下高速机动的过程中，能对擦身而过的目标造成伤害。虽然这把武器的近战能力极其出色，但面对的地外生命体 ELS 的战斗中，受限于对方几乎无敌的侵蚀能力，使得这把 GN 剑枪的近战能力有所限制，一度为了挽救正在被 ELS 侵蚀的地球联邦驾驶员，损失了一把 GN 剑枪，所以只能依靠 GN 光束枪脱离接触进行攻击。而且 GN 光束枪射速快，威力大，不失为用来对付 ELS 的一把利器。最后是在机体侧舱货柜内各装备了5具 GN Scissor Spit， 也就是 GN 剪刀单元，属于是天然组织新开发的远程控制武装。该 GN 剪刀单元通过超兵的脑能量波进行控制，相比 GN 獠牙多了可以进行复杂格斗战的能力，而攻击方式与 GN 剑枪一样直接剪断。虽然不具备射击的能力，但机动速度快到能追得上 ELS， 而且在剪断后不会反而被对方侵蚀，这种攻击方式可以说是十分的奇特。接着是妖天使高达的驾驶舱也进行了重大更改，改成了适合双人驾驶的复式结构。而进行这一改进的目的，除了将驾驶机体和操作武器的职能进行分开之外，还有就是配合使用全新的操作系统，来进一步发挥机体的战斗力。而这个操作系统就是专为超兵开发的马鲁陀系统。而这2位超兵驾驶员自然是阿雷路亚·哈普提森和索马皮里斯。不过要发挥这个操作系统的能力门槛极高，需要阿雷路亚和另一个人格哈雷路亚保持高水平的协同性，也就是在2个人格各自代表的思考和反应进行融合的基础上，由索马皮里斯的另一个人格玛丽进行联协运作，然后配合启动 Trans AM
这才能让妖天使高达发挥出最高水平的战力。特别是在启动一开始的时候，机体的头部面罩就会展开，露出新的面容。这个面容看上去就像是拥有6个眼睛的天使一般，如此反差的形象，在一瞬间就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接着，妖天使高达仿佛解开了封印，体内积攒了大量的能量得到了释放，看上去机体就像是受到了 Trans AM 的双重加成一般。然而，在首次与地外生命体 ELS 的作战当中，很快就见识到与对方存在有巨大差距。当时已被加迪拉萨摧毁的欧罗巴号木星探测船再次出现，并正在朝着天人组织的托勒密2号改的方向前进。于是天人组织便派遣了3架高达前往查看。由于此时对 ELS 的认识还处于非常模糊的状态，结果一接触就发现 ELS 数量众多且机动速度极快，让前来的高达一时间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尤其是侵蚀后迅速转化的能力太强，向 ELS 发起的实弹攻击很容易被化解。更加麻烦的是，已经成为纯种变革者的刹那，深受来自 ELS 的脑能量波影响，陷入了混乱。接着就抓住了刹那驾驶的双欧高达强化模组 GN 电容器型。就在刹那即将被侵蚀的危急时刻，准变革者提耶利亚驾驶聊天使高达及时出现，才避免了刹那被侵蚀这一危机。虽然成功摧毁了 ELS 拟化的欧罗巴号，但是没多久，木星上开出了一个大洞，很快从这个洞口中出现了一波数量庞大的 ELS， 而且这其中还出了不少体积更加庞大的 ELS 类型。于是地球联邦政府率先在火星圈位置进行了应对，但是在遭遇了 ELS 之后，全被侵蚀同化，没有达到最初诱导对方远离地球圈的目的。等到天人组织派遣的4架高达赶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在 ELS 完成了同化以后，便随即向高达冲了过去。一开始刹那试图选择与 ELS 进行对话来化解危机，然而并不成功。结果 ELS 又再次开始侵蚀刹那驾驶的高达机体。这个时候提耶利亚再次站了出来，直接在被侵蚀的机体上剥离了驾驶舱，接着交给御天使高达后，让所有人进行撤退。之后提耶利亚启动 Trans AM 进行自爆，由此来拖住正在围困他的 ELS， 帮助洛克昂和哈雷路亚带着刹那逃回到托勒密2号改上。不过危机并没有就此解除，妖天使高达和御天使高达启动 Trans AM 进行加速逃离后，一度险些被再次发起追击的 ELS 追上。尽管中途哈雷路亚使出了全力一击进行阻挡，但是 ELS 的数量实在是太多，所有 GN 导弹释放完毕都没有摧毁再次追击的 ELS。如果再继续纠缠下去，连妖天使高达也会跟着深陷被围困的危机，难以逃脱，甚至还有一部分数量的 ELS继续追击带着刹那的御天使高达，直到格拉汉姆驾驶勇气士指挥官试验型带着太阳勇者队出现，协助妖天使高达和御天使高达，这才拖住了这股追击的 ELS， 让高达成功完成了撤退。经过这一次与 ELS 的遭遇，天人组织深刻认识到接下来免不了一场恶战，于是对现有的高达进行了战力加强，而妖天使高达便参照了阵风型主天使高达，推出了妖天使高达决战式样。其变化的地方也是在腿部增加了推进器组件，由此来进一步提升机动性能。像主天使高达在使用阵风型组件后，直接就具备了从地面突破地球大气层进入近地轨道的机动能力，这让妖天使高达面对 ELS 逆天的机动速度有了一定的底气，不会像之前那样显得特别被动。除了机动性能得到提升之外，战力也进行了相应提升，将 GN 剪刀单元的装备数量从10个上升到了20个，而新增的 GN 剪刀单元就内置在了腿部推进器的夹舱当中，剩下的机体则没有什么变化。而在妖天使高达决战式样完成准备后， ELS 的主体早已出现并前进到了地球圈的范围，算上伴随的其他 ELS 数量，两方的整体战力比达到了10000:1。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能取胜的关键就是纯种变革者刹那 F 青鹰和双欧高达 King， 但是刹那在上次战斗后还没有苏醒过来，所以妖天使高达决战式样和御天使高达决战式样这2架机体先出击前往支援地球联邦军。由于 ELS 不断拟化地球联邦军的机动战士和宇宙巡洋舰投入作战，使得战争的强度又在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天人组织在内的参战人员都打得异常艰苦，完全看不到这场战斗结束的尽头。而就在这一时刻，刹那驾驶双欧高达 King 赶到了战场，紧接着妖天使高达便启动马鲁陀模式，将战力拉到了最高水平，来为双欧高达 King 开路，并掩护刹那冲到了 ELS 的核心地带。
直到妖天使高达难以持续被摧毁之际，刹那终于跟 ELS 对话成功，然后 ELS 停下了向地球圈前进的步伐，让这场跨越星际间的战斗到此结束。